俄军现包围绝境，登陆作战全线失败，乌军多线大反击。俄频繁侵扰欧洲领空，北约战机出动，俄盟友恐翻脸。乌军首次击毁俄军反潜机，克里米亚获大乱，乌百年机枪击落导弹。乌军全面反击俄本土，俄防空自毁，赫尔松高官获阵亡。70万俄军陷困境，战损70%，乌克兰国防工业逆袭。俄军内部震荡，草包将军解职，乌军年轻猛将崛起。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冷战情室，我是雨桐，请大家先为我们的节目点赞留言，谢谢大家。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战争已持续超过3年，尽管俄军持续施压，乌克兰依旧通过打击前线据点和重要设施削弱敌方攻势。日前，乌克兰在波克罗夫斯克的反攻继续推进，俄军被迫撤退的同时，还遭遇了精准空袭。德国图片报报道，乌克兰突袭了波克罗夫斯克附近的米尔洛赫拉德，乌军战机投下 GBU-62 自导炸弹，目标直指隐藏在矿井里的俄军指挥所。现场画面显示，建筑群遭到猛烈爆炸，火光冲天，滚滚浓烟笼罩波克罗夫斯克上空。这座战前有 4.6 万居民的城市，如今几乎被战火摧毁，居民大多流离失所，而乌军仍在奋力防守。与此同时，乌军对多布罗皮利亚突出部的包围圈正在不断收紧，逐步形成合围，迫使俄军陷入恐慌。有前线消息称，一些俄军部队在撤退中甚至被上级抛弃。此次反攻并非孤立行动，乌军总参谋部披露，他们早在8月29日就空袭卢甘斯克博格达尼夫卡，摧毁了一座大型无人机仓库，超过 1.9 万架无人机设备被毁。上周，乌军还击中俄第70摩步化步兵师军火库，大量弹药与车辆付之一炬。近期，东部前线也出现新进展，乌军在库皮扬斯克与苏梅等方向发起猛烈反击，并逐步收复多地。开源情报显示，乌军在库皮扬斯克的大规模行动击溃多个俄军阵地，大量士兵伤亡或被俘。在苏梅州奥列克西伊夫卡地区，乌军已将俄军据点包围，并封锁仅存的补给通道。俄军第30团同样伤亡惨重。前线视频记录显示，第225突击团突破阵地后升起乌克兰国旗，宣示控制权。虽然俄方声称大部分区域仍掌控在手，但也承认部分阵地遭到战术包围。与此同时，苏梅州的金德拉蒂夫卡附近也爆发激烈战斗，俄军第810海军陆战旅遭遇近身厮杀，损失严重。附近尤纳基夫卡地区的数个俄军营已精疲力尽，几乎无法维持阵地防守，使得俄军在苏梅方向的防线进一步受到压制。要知道，在苏梅方向的战况与红军村进攻密切相关。随着乌军在红军村推进，俄军被迫从苏梅调动兵力支援，导致苏梅防线出现空隙，从而为乌军在奥列克西伊夫卡及周边地区的进一步突破创造了条件。与此同时，乌军特种部队在库尔斯克的袭击行动中取得显著战果，成功摧毁俄军宿舍、弹药库及补给中心，对其后勤造成严重打击。乌军还出动超过20架无人机，对车臣阿赫马特部队总部及仓库实施精准袭击，造成重大破坏。扎波罗热战区第12亚速旅成功击退俄军对2个村庄的进攻，歼灭100余名敌军，并摧毁多辆坦克与装甲战车。在南线，乌军第40海防旅利用 FPV 无人机摧毁了俄军2艘登陆船只，有效挫败其渡河作战企图。北约与俄罗斯在欧洲上空的对峙日益频繁，几乎每隔2天就会爆发一次。
最新消息显示，9月22日，一架俄罗斯伊尔 20M 侦察机闯入波罗的海南部的空域，北约迅速出动2架德国台风与2架瑞典 JAS-39 鹰狮战机紧急升空拦截，并在国际空域对其进行监视与拍摄。该机未提交飞行计划，也关闭了无线电通讯，最终被迫离开。德国空军随后将任务移交给瑞典战机，返回罗斯托克拉格基地。这类事件已屡次发生，仅在上周，3架俄军米格31就曾闯入爱沙尼亚领空，停留长达12分钟，试图飞向首都塔林，最终被意大利 F-35 驱离。据波兰防长卡梅什透露，近年来俄罗斯已约40次侵犯爱沙尼亚领空。波兰更早前还遭俄无人机入侵，迫使北约启动东部哨兵行动，在当地部署军力，并加强英法德等国的实弹巡逻。俄罗斯在波罗的海地区的挑衅不止于此。北约官员指出，俄方不仅多次侵犯邻国领空，还曾在海底电缆附近部署影子舰队，切断关键基础设施，并干扰 GPS 信号，挑衅意味愈发明显。这类行动已引发国际强烈反应。爱沙尼亚首次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北约北大西洋理事会也决定举行大使级会议研究应对。波兰方面则呼吁盟友必须采取果断措施。另外，近期普京发现欧洲方面唯一的盟友白俄罗斯似乎有些异常。自战争爆发以来，白俄罗斯处境尴尬，一方面经济、能源和安全高度依赖俄罗斯，另一方面又直接接壤北约东翼国家波兰和立陶宛。如果完全跟随俄罗斯，北约压力将直接落到白俄头上。战争初期，俄罗斯曾借道白俄罗斯向乌克兰北部推进，并在境内部署过武器，这让卢卡申科多次强调白俄不会主动卷入战争，以避免成为双方冲突的牺牲品。尽管表面上与俄罗斯保持联盟姿态，白俄罗斯实际上也在试图向西方寻求经济缓解。美国取消了对白俄罗斯钾肥出口的限制，欧洲国家提供贸易和投资信号，而白俄则在维持俄罗斯驻军和联合军事部署的同时，悄悄收回部分联军指挥权。这种策略旨在不彻底得罪任何一方，同时获取经济和安全利益。然而，俄罗斯对此忧心忡忡。白俄罗斯是俄罗斯在欧洲的最后战略缓冲。如果白俄倒向西方，北约装甲部队距离莫斯科仅几百公里，战略安全将受到严重威胁。北约东翼国家的拉拢力度也在加大，提供经济援助和贸易便利，诱惑力不容小觑。普京虽已召回驻白俄大使，并公开警告，但实际筹码有限，很难彻底左右卢卡申科的选择。乌克兰近期在战场上取得新突破，不仅连续打击克里米亚，还在战斗中首次击毁了俄军的反潜机。据开源情报防御者报道，乌克兰特种部队夜间突袭克里米亚，炸毁了2架 B-12 海鸥反潜机，现场视频显示战机在爆炸中化为火球，夜视画面还记录下多个燃烧点，火光与浓烟交织在一起。这是俄乌战争爆发以来乌军首次摧毁俄军的反潜机，该机型装备昂贵，仅现代化升级就需耗资约3000万美元。此外，乌克兰情报总局无人机对克里米亚一处俄军基地实施精准打击，摧毁3架米8直升机及一座涅波 U 雷达设施，造成约 1.24 亿美元的装备损失。据悉，日前乌军几乎每天夜间使用海王星巡航导弹和 FPV 无人机打击克里米亚俄军的防空系统、雷达站及军事设施，尤其是半岛西北部损失最为严重。有分析认为，乌军情报总局正考虑执行有限的登陆或突袭任务，可能动用水下无人机直接扰乱俄军补给线，以制造更大混乱。还有军事分析人士指出，随着乌军渗透行动频繁深入，未来在莫斯科周边直接发动袭击已不再是不可想象的情景。
事实上，俄方防空系统屡遭诟病，而乌军随即又在莫斯科附近的卢卡加地区破坏了一套 S-400 凯旋防空系统，包括其发射装置和雷达站。卡卢加距离莫斯科不足200公里，这一行动势必对首都防空造成冲击。值得关注的是，9月21日，乌克兰无人机和导弹对克里米亚弗罗斯疗养院发动袭击，引发猛烈爆炸，造成2人死亡，15人受伤。俄方频道证实，受袭击的正是弗罗斯疗养院，该地素有精英度假胜地之称，包括成功俄方领导人居住的别墅。此前有消息称，疗养院餐厅将因特殊服务关闭，并有非常重要的客人到访，这一时间节点与袭击事件高度吻合。而媒体报道显示，虽然袭击造成人员伤亡，但非常重要的客人安全无恙。分析指出，乌军此次行动展现出对关键目标的精准打击能力，即便本次未完全命中预期目标，未来仍有可能成功实施类似攻击。9月22日，俄罗斯发射141架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多地，乌军成功击落132架，另有7个地点记录到无人机撞击，8个地点发现无人机残骸坠落。与此同时，乌克兰对俄罗斯本土展开大规模无人机攻势，袭击包括莫斯科、罗斯托夫、博尔加格勒、沃罗涅日等超过10个地区。乌克兰无人机精确打击了库班的卡涅夫斯卡亚变电站和克拉斯诺达尔的工业区。期间，俄军铠甲 S-1系统在拦截乌军无人机时意外击中居民楼，凸显俄方防空体系的不稳定性。与此同时，萨马拉州境内至少3处能源设施遭到袭击。在普罗斯维特村，隶属于 Transneft Privolga 股份公司的石油管道发生火灾。新库伊比雪夫斯克的一家大型炼油厂内，一条工艺管道起火。而在多马什卡村 TPP 里特克萨马拉纳夫塔公司的天然气管道也发生燃烧事故。目前，各地消防部门已紧急出动，火势控制情况尚未完全明朗。据悉，3处地点均因爆炸或火灾受到不同程度破坏，其中 Transneft Privolga 的泵送装置与炼油厂管道已被证实受损。防空作战方面，在过去2周内，乌克兰第47机械化旅下属的空中战争部队在苏梅和库尔斯克地区取得显著战果，共击落23架俄罗斯侦察无人机。被击落的机型包括9架扎拉柳叶刀 G51、5架扎拉 G16、5架闪电2、2架超级摄像机，其中1架为罕见 CM18 型号，另外还有2架赫伯无人机也被击中。实战中，乌军 FPV 防空无人机在低空拦截自杀式 Lancet 无人机的画面被完整记录，显示出乌军在低空防御、自杀式无人机拦截方面的成熟能力。另外，乌克兰 F-16战斗机成功发射空对空导弹，击落1枚俄罗斯 KH-101巡航导弹。而更令人震惊的是，月前一名基辅志愿者 Track 竟用100年历史的 Maxim 机枪击落1枚重达710公斤、搭载310公斤弹头的 KH-69巡航导弹。这一弹种通常需要现代化防空系统，如爱国者导弹才能拦截。值得关注的是，在第聂伯河沿岸，乌军第40海防旅动用 FPV 无人机精确打击俄军军艇。这些无人机配备人工智慧与自主瞄准系统，有效遏制了俄军的水上机动与补给能力，为乌克兰巩固防线提供了坚实支持。还有俄罗斯媒体未经证实的消息称，赫尔松地区的占领行政长官弗拉基米尔·萨尔多可能在乌克兰对克里米亚俄罗斯联邦安全局 FSB 别墅的袭击中丧生。多方消息人士表示，袭击发生时，萨尔多恰好身处现场。自9月21日以来，外界再未与他取得联系，占领当局正在紧急寻找其下落。萨尔多长期被乌克兰和国际社会认定为叛国者，被称作典型的无奸。如果萨尔多死亡的消息最终获得证实，这不仅将重创俄方在赫尔松的占领架构，也可能对克里米亚战场的安全氛围造成震荡。而萨马拉州连续的能源打击，
再次凸显俄本土纵深区域正面临越来越大的威胁。还有消息指出，乌克兰 SBS 特种部队正通过系统化训练与扩编，进一步提升战斗力。SBS 目前约占国防军总人数的 2.2%， 计划未来增至 5%， 旨在作战、战术和战略3个层面全面封锁前线，力争摧毁或击中敌军目标总数的 50%。 这种组织化、目标明确的作战方式将使乌克兰能够持续实施类似志愿者拦截 Kh-69 导弹的高价值打击，同时在前线形成更强大的威慑与压制效果。俄罗斯总统普京9月18日会见国家杜马各党派领导人时透露，部署在特别军事行动区的俄军超过70万人。这显示俄军在乌克兰前线长期维持庞大兵力，而非一次性投入。然而，自2022年2月全面侵略乌克兰以来，俄军编制员额虽达150万，但西方军事专家估计，经过近4年的战争消耗，实际兵力可能不足130万。相比之下，乌克兰现役士兵约90万。尽管俄军人数众多，但前线战局长期僵持，攻防多以村庄得失为单位。今年俄军的唯一重要战果是在北韩派遣1万余特种部队协助，且美国川普政府中断对乌情报支持的背景下，经过数月苦战夺回遭乌军入侵的库尔斯克地区。这也标志着二战后80年来，俄国领土首次遭遇大规模外军入侵。外界关注为何拥有70万大军的俄军却难以发挥钢铁洪流优势。美联社评论指出，乌克兰迅速崛起的无人机战力与军工能力对俄军形成了明显的降维打击。乌克兰本土武器制造能力已从3年半前的 10% 提升至可满足约 60% 的军需，国防部计划进一步将产量翻倍，以减少对西方援助依赖。在战场上 ，FPV 无人机表现尤为突出。小型 FPV 无人机在前线15公里范围内已造成俄军约 70% 的人员与装备损失，而远程打击型无人机甚至可攻击1000公里外的俄境目标。FRDM 公司创办人尤尼克表示，机器人应当战死在前线，而非自然人。他还指出，只要政府下达订单，生产1万架无人机只需约1个半月。乌军在 FPV 无人机实战经验积累，使其在不对称作战中发挥关键作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强调，该国具备每年生产约300亿美元武器的能力，约为现行军事预算3倍。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也指出，随着欧洲资金注入，乌克兰军队与国防工业将成为钢刺猬，未来更难遭受攻击。军事分析人士辛茨认为，欧洲国家乐于投资乌克兰国防企业，原因在于其产品低成本、经实战检验且能快速量产。丹麦已成为首个直接资助乌克兰军工业的国家，并在境内建立合作工厂。这种模式被视为北约之外的替代安全保障，通过欧洲国家出资协助乌克兰建立自有武器库。俄罗斯媒体9月21日报道称，列宁格勒军区司令亚历山大·拉平已被解除职务。这位在乌克兰战场屡遭质疑的上将，或将结束其在俄军中的漫长军旅生涯。不过，截至目前，俄罗斯官方尚未公布任何解职或新任命文件。另据 RBC 电视台援引的知情人士说法，消息属实。喀山新闻网站 Tatinform 更称，拉平可能将转任达达斯坦领导人鲁斯塔姆·明尼哈诺夫的助理。拉平1964年生于喀山，2012年起任俄西部军区第20近卫集团军司令，后历任东部军区参谋长、俄驻叙利亚部队参谋长，并在2019年晋升上将。在叙利亚战场，拉平积累了实战声誉。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后，他负责俄军中部集群，指挥在卢甘斯克方向的攻势。同年7月，他获颁俄罗斯联邦英雄称号。然而，战场表现却令其名声两极。2022年10月，车臣领导人卡德罗夫公开抨击拉平，指责其在哈尔科夫方向指挥失当，导致俄军惨败。
尽管如此，普京在2023年6月仍点名表扬拉平，称其曾亲自带枪与士兵并肩作战。2024年5月，拉平接掌新设立的列宁格勒军区，并接任北部集群司令，负责哈尔科夫与苏梅方向的战事。但战局持续失利，尤其是今年夏天，乌军反攻深入库尔斯克，成为外界批评拉平的又一次证据。8月，俄防长绍伊古宣布，由叶夫根尼·尼基弗罗夫接替拉平，出任北部集群司令。如今，随着其军区司令职务被解除，拉平的军旅生涯可谓风光不再。对于一位既被授予联邦英雄，又长期背负草包将军骂名的俄军高官，他的去职不仅折射出克里姆林宫内部的权力更替，也暴露了俄军在前线溃败下的用人困境。据悉，拉平退役后，预计将出任达达斯坦共和国领导人鲁斯塔姆·明尼哈诺夫的助理，但俄罗斯国防部尚未发布官方确认文件。自2022年参与特别军事行动以来，拉平的战场表现饱受质疑。据报道，其指挥失误曾导致俄军严重损失，甚至影响部下士气。在俄军内部，拉平上将长期受到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的庇护，因此直到现在才最终退役。此次退役也凸显了俄军高层老龄化和接班困境。格拉西莫夫已70岁，刚刚获得延长服役期。与俄军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乌克兰军队的年轻化和快速晋升机制。近期，乌军任命了2名年轻旅长，30岁的瓦西里·扎哈雷茨上校和26岁的马克西姆·达尼尔丘克上校。两人都曾在前线负伤，但坚守岗位，并在实战中取得突出战果。第47机械化旅在达尼尔丘克的指挥下，持续重创俄军，被视为乌军最具实战经验的部队之一。乌军不仅提拔年轻将才，同时也对不合格指挥官进行调整。总司令希尔斯基上将曾因管理疏忽解除第17、第20军团司令职务，显示乌军对实战表现有明确考核标准。这一系列变化反映出，在长期冲突中，战争本身成为选拔人才、淘汰不合格军官的机制。乌军年轻化的指挥体系与俄军老龄化高层形成鲜明对比，也为未来战局走势提供了重要观察视角。此外，乌克兰战线还有国际志愿者的参与，例如以色列前特种部队老兵埃亚尔·伊斯雷亚尔，他在赫尔松执行敌后侦察与破坏任务，尽管遭遇乌克兰官僚障碍，仍坚持在前线作战并改进无人机性能，展现出乌军内部多元化与实战能力的另一面。好的，感谢您一口气看到最后了，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要看最全面、最及时准确的战场热点报道更新，就请每日锁定新冷战情势。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也请您点赞、留言、订阅，把视频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节目。想要赞助我们的朋友，可以打开超级感谢打赏赞助，帮助我们能持续做出更多好节目。谢谢大家。